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专门向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汉先生、郑正全委员、张思刚议员、张启凯委员。好，美国选举剩下100天啊，贺锦丽好像把民主党叫醒了。现在民主党跟着拜登一样呢，有点昏昏沉沉的啊。贺锦的秘密武器是什么？笑。川普曾经他是用邪恶的笑，你们没有听过他笑吗？但是呢，他现在变成他的秘密武器，大家觉得好，年轻人觉得有趣啊。那另外呢，这个 Vance 承认贺锦丽不好打哦，那他们私下跟金主抱怨说，民主党临阵换将是耍阴的，民主党临阵换将哦，为什么？他说贺锦丽包袱不如拜登，很可惜啊。哦，当然贺锦丽包袱不如拜登那么重啊。那问题是你们把拜登干下来，每天叫他下来每天笑他嘛。那另外呢，这个川普搭档这个 Vance 呢，中西部声望不如预期，在 Ohio 州，Vance 是 Ohio State 毕业的，在 Ohio 州效果也不好哦，所以显然呢，你看看在 Ohio 是喜欢 Vance 的28%，不喜欢他的44%，这个很奇怪哈。我前两天还看那个电影。他就 Ohio State 毕业的照理讲 Ohio 应该认同他，没有哦。那另外呢，女性选民支持力度这个比Vance多9个百分点，特别在摇摆州 Arizona、Georgia、Michigan、宾州、Wisconsin 州，女性选民的选举领先9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我之前就各位讲说，美国的白女人觉得对黑人亏欠，投票愿意投黑人，但是不投黑男人。大部分都投黑女人，所以黑女人不是只有说这个贺锦丽民调高，你看看美国现在选出来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议员、市长、州议员等等一大堆，哇，一大堆的黑的女人哈。那这个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谢安达说，川普跟 Vance 的蠢话越多，选民越挺贺锦丽。他们一直在讲他什么性别的问题啦，这个什么种族的问题啊，你就讲这些干嘛呢？说什么他没有生孩子啊，所以不会什么治国什么，讲这些干嘛那川普团队说没人加了，他这是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那好，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不到100日，共和党也释出最新宣传片，川普再次端出枪击案画面，呼吁要团结美国。And together we will win, win, win. 共和党、民主党双方阵营进入最后冲刺，但贺锦丽现在攻击的对象竟然不是川普，反而是对他的副手范斯下手。根据 CNN 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范斯连在家乡中西部俄亥俄州地区支持度只有28%，不支持度达到44%，也成为该区域过去44年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非在位副总统参选人，让原本希望利用他的在地背景提振大选声势的共和党开始担忧。The bad news is that Kamala Harris does not have the same baggage as Joe Biden because whatever we might say, Kamala Harris is a lot younger. 范斯还被录到私下向金主抱怨，民主党临阵换将是耍阴招，似乎承认贺锦丽不好打，而且本来就因为无海养猫女的言论深陷风波，如今这号人物跳出来所爆的料，恐怕只会让选情更加棘手。In a series of emails that I've shared with you, he's called Trump morally reprehensible, a very bad man. 但万万没想到，这位曾经不喜欢川普，而且支持 LGBTQ 的范斯，被昔日好友指控是一只变色龙。尽管如此，川范配对贺锦丽的攻击没有停过，贺锦丽则是用一句话回敬他们。And some of what he and his running mate are saying, well, it's just plain weird. 老沈。这个拜登退选的时间呢，比我预测的只慢4小时所以那个我就很准确了。他一旦退选以后，我就预测民主党的选情会从这个安宁病房转到加护病房。我错了，他连那个加护病房都没进去，过其门而不进，连普通病房也没进，直接出院了。直接出院。已经进入常德街，左转进入中山南路了，就跟这个离开台大医院了，这个直接跟共和党拼了。但是呢，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他们的坏话，就所向无敌了，所以Vance吓死了，所以Vance吓死。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在本节目我有讲，这个其实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麻雀变凤凰，但是麻雀那么小，跟贺锦丽的块头比起来不像，所以我后来改成是斑鸠变凤凰。你看，我的印象深刻一下，这是斑鸠，斑鸠就是看起来跟平常的家附近的小鸟，颜色是灰色、土色的，不是厉害。但是它现在不是了，它不是蓄势待发，它已经蓄势已发，它已经要变成这个了，你知不知道？要变成这个，所以我何以见得这个不是感情用事啊？因为常来本节目参加节目的，就包括非常有分量、有名望的政论家，比如说这个郭正亮，比如说昨天的陈凤馨，比如说这个前子的节目跟我同台的翁履中教授，他们都认为这个贺锦丽不会当选了。到昨天为止都认为不会。我台湾到目前为止唯一跟他们唱反调。唯一啊，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可能改变了，对吧？到昨天到今此刻为止，他们是说也许有希望了，但是说一定是这个贺锦丽当选的。到此刻，我希望大家加入我的阵营我甚至告诉我儿子你如果有办法，你去告诉贺锦丽，我愿意去美国帮他站台替他助讲，你知道，因为他的出现，才能够凸显川普这个大魔头的邪恶。所以你看他出来以后，那个川普怎么骂他？这个非常非常烂、非常恶毒的左派。我跟你讲，一个非裔就是黑色的副总统，他不左派才奇怪。但是比起你刚才讲的所有的黑人的这个州议员参议员他是没有那么左，而且他出来以后，他向中西部移动，向这个袖带移动，他没有讲几句要更左的话。为什么？他很有把握左派的人都是他的人，他是向中间移动但是呢，相形之下，川普很辛苦了。像川普马上去找福音派 evangelical 就是他这个已经非常右的人去找更右的人，然后胡说八道讲一些话。为什么？他慌了，他回去固守他的基本盘。所以你可以看出，连这几个州的比例是成这个样子的话，表示贺锦丽的地盘在扩大，川普的地盘在萎缩。还有另外一个讲法，像郭正亮讲说，他爸爸黑的，妈妈印度的，还有他是女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最重大的政策从来没有讲清楚。我请问各位从现在算起4年内，萧美琴副总统对重大政策有机会讲清楚吗？应该没有。副总统本来就是没有机会讲清楚的。好，就算他讲不清楚，那郭正亮你何必这么苛嘛？他讲不清楚政策，总比那个讲得很清楚的邪恶大魔头的极右政策好嘛？对不对？川普的政策讲得很清楚，你觉得他讲的比不清不楚的贺锦丽好吗？所以这个也是站不住脚的。我的我不但预测他会当选，而且我跟你讲，川普的共和党的选举人票会比大家目前想象的差。对。其实川普就是长期以来的年龄歧视歧视年纪比他大的拜登，性别歧视，歧视女性，种族歧视，歧视有色人种，一副白人至上、有钱人至上的言论。或许在美国某些地方是可以吃得开，可是对于多数在美国大家认为 American Dream 或者是美国其实是一个族群融合，有很多多元文化的地方来讲，其实长期来这样的言论是不受欢迎的。所以现在贺锦丽出来，完全就倒打了过去川普的这些言论，或者是他长期来这些歧视的这种性格。那他的副手人选原本大家认为说绝望者之歌，从底层出身，也有带有这个族群的特色等等，或许能补川普的不足。但是最近他的很多言论在美国其实也可以显现出来，大家其实也不认同，所以在民调上，很多人认为说，只要摇摆州贺锦丽能够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就有可能得胜。所以包括他的副手人选这个 Kelly 太空人，其实在美国来讲，他是一个退役的英雄，而且他的妻子曾经也是参议员，甚至被枪击过。那他重新的站起来在美国其实这个故事也能够去说服，而且影响很多人，所以很多人也都认为说。
说，只要副手的搭档，不管是宾州的州长，或者是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 Kelly， 其实都对贺锦丽来讲是加分的。那摇摆州的选票或者是选情，其实就影响这一次美国大选最后的关键。所以贺锦丽在民调上，从一开始的不分上下，到现在甚至很多民调上已经开始领先川普，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来居上的趋势。包括年轻人如果也站出来，对于整个民主党或贺锦丽来讲，这个加分或者说影响的这个效应会越来越大。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无论川普或拜登，这个选举已经没什么好看，所以在美国你感受不到那个选举的热情跟气氛。但自从贺锦丽出来之后，对民主党打了强心针之外，你也看到选情越来越加温，然后川普也开始有一些竞选策略上失策，甚至讲错话等等，越来越多的状况出现。所以目前看起来，川普虽然一开始情势看好，但有可能会开始跃居下风。季凯。我看了贺锦丽接受那个专访的时候，他有2个特色哦。第一个，他很专注在看那个主持人，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很专心的。第二个就是刚刚赵大哥讲的，他笑声很开朗啊，笑声真的很开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民主党看起来被他笑声重新叫回来了。我们不要讲说什么死里逃生，不过本来已经是垃圾时间了嘛，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人，特别是民主党的这个人士，会觉得说，我重新回到这个赛局来了。我是同意像刚刚大佬讲的，好像看起来有出院了啦。不过说真的要赢吗？从民调看，一下成长8%，这边川普又掉了10%，来回是12哦。而且这个他的副手，这范斯真的也都是，他本来是大炮，对不对？就看起来这个大炮是往内轰，已经讲错多少话了。包括你怎么会去讲贺锦丽是没有小孩的这个猫女士，对不对？还讲什么耍阴的啦，这种话基本上都是非常失分的，特别比拜登坏100万倍。这个实在不应该。对，这都是很失分的，完全没有逻辑嘛？什么叫100万倍？所以本家说本来以为来一个新的大炮，本来是加分，对不对？看起来目前他的副手是失掉分数。特别刚刚讲的，你去讽刺没有生小孩这个事情，这在美国基本上是非常忌讳的，没有生小孩这个事情是非常忌讳的哈。可是老讲我跟大佬可能还不大一样，我认为出院了，可是刚刚上擂台赛而已。第一个有几关要过嘛，对不对？第一个辩论。好，你不可否认的，川普是真的有他的这个一套，这个上擂台赛会不会像那个拜登一下被击倒？这个检验这是一个。第二个检验也很重要，就是我很多美国朋友一直在跟我讲，光是他以前他副总统，可他负责至少移民政策这一块做得非常不好嘛，失分是很多的嘛。那上次我也提过啊，他在这个加州的时候规定那个美金550块那个小罪950这个都被很多人批评。我记得说上了擂台赛开始。经不经得起考验，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以前的某些政策会被拿出来讲，所以现在看起来之后出院了，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可是从辩论赛开始，我觉得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你选择不加入我的阵营就对了，你不要后悔哦。我本来是认为川普当选几率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了啊，基本上就是说，因为川普他不确定性很高，所以本来不想投川普的，又投不下拜登，这些人找到一个人可以投了，对，但是票够不够？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川普很有意思啊，他老婆他被暗杀以后，人家记者去问他，他自己问，我事后问梅兰妮亚的感觉，他完全不要跟我讨论，无法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不要跟你讨论，这代表什么？他喜欢我。他爱我，我也不懂这个有什么相关他说，如果他跟我侃侃而谈，那一枪差一点打到你等等，表示他不见得爱我。他谈都没有办法谈，爱我爱到什么地步？爱到这种没有办法言语了。所以呢，他不是喜欢我，就是还爱我。他本来是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个话有点怀疑，说我老婆到底还喜不喜欢我，还爱不爱我？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不然就是喜欢我。要不然就是爱我，这两个很大差别呢。我喜欢你跟我爱你有很大的差别，不，要不然就喜欢。但他的标准低到喜欢我就觉得不错了。梅兰妮亚看到枪击发生时心想，最高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川普还蛮得意的。我老婆不是喜欢我，就是爱我。休息一下再回来，所以很有魅力。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吧，这个大陆这个2月的214吧，0214事件呢，那今天签了共识，很有意思他不叫协商，
不叫做协约，不叫做协议，叫做共识。他们不很讨厌9·2共识吗？讨厌共识吗？就是这样嘛。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嘛，这就叫共识。现在懂不懂？你们这叫共识，想了半天，终于想着用共识吧。哦，都不要用说，因为大陆方面不承认这是官方，不准你用这个什么协商啊协议，我没有跟你协商啊，协商什么？哦，那我们这边呢，这个想了半天，那就用共识好了，就用共识哦。那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反正道歉啊，赔钱啊。那他们又不愿意道歉，这技巧性道歉。什么叫技巧性道歉？就是说我为当时没录影道歉，我是没录影嘛，该录影嘛，我为这个事道歉。哦，如果当时录影呢，就很清楚了嘛。但是因为没有录影，所以好吧，那算是我该做没做的道歉哦，这叫做技巧性道歉哦。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先去参加公祭啦，哦，然后呢再把遗体接回大陆，也是放了很久了哦。那另外呢，传出来说要给这个150万人民币啦，就是680万台币啦。但政府又说，我看那个报道是说，政府说我不能自己拿这个钱，人家会骂我啊，怎么用这个纳税人钱呢？所以要厂商来捐。我好奇谁捐的？对啊，谁捐？公布一下给我们看看。这些人是平常从政府拿了不少钱啦，做生意啊、绿能啊、光电啊，赚不少钱。你政府叫他捐，他不敢不捐啊？到底谁捐啊？那我们知道一下嘛。那海巡署他什么都不讲，今天是签了，他们是这个看是协议好了，弄好了，共识了，但是呢，什么都不讲，给了多少钱也不讲，到底怎么回事都不讲啊、哦。那海巡署也讲，目前无法对外面报告细节，不能跟你们讲啊、哦。那什么时候能讲呢？再说啊、哦。那另外呢，大陆方面就说希望相向而行，你不要老是跟我们相对而行，大家同一个方向嘛，同一个方向哈、哦。那另外呢，这个大陆代表说，希望台湾落实纪要条款，这个我好奇了，我们到底答应人家什么？什么叫做津贴协商顺利达成共识？希望台湾有关方面积极落实纪要条款。看一下。10点03分，双方代表陆续步入大厅，争议5个多月的金门帆船案，在最后的这1个小时协商后，终于有解。今天协商顺利达成共识，双方善后协商，终于达成共识。这要归功于两岸持续不断的努力。希望台湾有关方面积极落实纪要条款，让遇难者安息，给家属一个交代。那因为要配合陆方船班，双方会抓紧时间，我们会积极落实协商共识。分开谈话，但立场很一致。最新能重启协商，也在于双方都各退一步。除我方态度从执法正当转为死者为大外，陆方也不再坚持是恶性撞船，共识书上写下的是突发碰撞。方还觉得是恶意撞船吗？而外传给罹难渔工1人150万人民币的抚慰金，我方不愿证实。尊重家属跟两岸协商的共识，那目前还没办法对外报告细节。而这场协商，我方似乎也给足陆方面子，像是预计9点的协商，海巡署副署长谢庆清提前20分钟就在门口等陆方代表，10分钟后陆方代表才出现。我已经看过了吗？另外，协商结束后也尊重李朝辉的意见，直接站在阶梯上说明。开始前，李朝辉一个手势，谢青青就往旁边站去。另一头，在殡仪馆海委会副主委则针对事发当下没录影一事再度说明。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歉意。双方互递橄榄枝，两岸未来能否再更进一步，至少已有个开始。约翰，细节怎样？各退一步才有共识啦。因为今年2月14号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其实我在我们这个节目也讲过多次嘛，人死为重，他不一定对，那也不一定大，但他因为已经有发生2条人命了，我们其实慰问也好，不尽到致歉，但至少要致意，然后你要赔偿。但我们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关过不去。第二个，人死为重，人死为大，你要让他办后事啊。
你不能因为各种理由，比如说一开始家属是希望能够由对岸那边也有派人来这边，我们共同去开出一个死亡证明要验尸。那我们这边的这个金门地检署不同意，就有其他非金门地检署的官方的单位来进行验尸，所以就卡了这么久。那现在看起来就不需要这个环节了嘛？好，就各退一步以后，原本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是恶性撞船，害死我们2个船工。现在恶性撞船这个事情用词刚刚看到双方在谈完之后下来以后都不坚持这个，那就是一个突发的碰撞。那突发的碰撞不是故意的，可是呢不幸造成了2条人命。那以前一直都没有道歉，那现在因为你是合法执法，海巡署说我们是执法道什么歉呢？但是我没有录影。这件事情确实不对，因为没有录影，无法在后续这半年以来，到底它的环节怎么做确认，无法确认。那不录影是不对的，所以愿意公开为不录影道歉。那赔偿的部分就是这一次算是蛮关键的点的可能陆委会也有考量。我们以后如果你赔偿是政府付钱的话，那就是公帑。那公帑的话，你要怎么报知它而且还包含主权的问题，2个政府所以就由企业捐款。我其实也蛮想知道是哪个企业的，一个人680万，然后人也这个遗体还给对岸。船也还给对岸，然后也致歉，然后呢，再把这个就是慰问金也给他们之后，降低两岸冲突。我们后来要得到的结果是2个嘛，第一个就是胡姓吊客是不是能够回来，大金满88号是不是也能够回来，然后是不是可以两岸以后就降低冲突？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在赖清德总统的那个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之后，两岸关系很紧张，中下来经过了一次的军演，那透过这一次以后。陆委会跟这个交通部都一直很希望透过观光能够让两岸的冲突降低，可是观光一直都没有破口，所以就用这一次的金门事件来当成破口。对他们也说希望大陆多派一些人到金门，至少去观光，借这个机会了去讲这个话。不过大陆有学者讲，他们的观察不是对台湾，这是不是特例？他们发觉大陆最近对所有的跟涉外的事情姿态都放软，包括对菲律宾到对其他的国家好几个冲突的地方。大陆姿态都放软，这什么意思？来，这个政委。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达成这个结果，从0214到今天大概总共166天，其实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坦白说，这过程当中把尸体归还，然后船归还然后赔款150万一个人然后另外再加上了一个技巧性的致歉。我觉得某一个部分的时候，台湾这边确实也做了一些的让步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两岸的一个互动，在现在的一个宪法框架跟整个现在的一个国际格局当中的时候，我还是必须要讲说，他后来还是回到了马政府时代所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架格局下来不管这个梁文杰现在提到说什么一个什么当事人对当事人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可是我就说穿了，其实他就是还是回到了当时所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框架。所以我觉得以民进党来讲的时候呢，他现在要如何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去把两岸的关系慢慢的一个拉回来，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4月份当时到北京去那一次的行程当中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为了要突破两岸的一个旅游团的一个那个关卡那当时大陆其实就表示说，为什么当时只谈马祖不谈金门，就是因为0214的这个他们当时所谓的恶性撞船事件，所以他们当时把金门给排除掉的。那今天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说，我们的交通部长马上跳出来就讲说，希望两岸的一个旅游团的时候呢，能够开始对到金门这边来所以我觉得事实上虽然我觉得赖政府他虽然在两岸关系当中的嘴巴其实很硬那么在讲说两国的这样特别的一个两国关系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坦白说让北京非常的跳脚。不过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也看到了一个赖政府，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希望这样的空间能够越来越大，让两岸的关系能够步入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境地。来，世刚。如果这件事情呢，这样处理方式是国民党在执行的话，被骂死了。第一个被骂死，因为要求你第一个要公布纪要内容，然后呢，纪要总有双方的代表人吧，你就不可能就写那代表人的有没有职称，然后甚至落款是用西元还是民国，好，这个都会成为一个争执的焦点。真的过去就这样子啊，马英九过去或者甚至更早之前，民进党所攻击的、所监督的就是那个内容，我没有说丧权辱国，或是呢这刻意的求全，然后没有把事实呢理清清楚。那好，那今天经过这4个多月，我们撇掉人道的部分我们不讲
啊，人道部分都是一码归一码，但是中间的是非曲直到底清楚了没有？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啊，还是没有啊。那我们赔了对方，都不管是多少钱啊，第一我认为要公布了，啊，不管是你是号称你是什么企业募款来做这个事情，那就由企业就不要写在纪要里面，由企业的出面来代表来表达这个慰问就好了嘛，说透过红十字会来转交就好了，因为两边的红十字会是通的。那你透过一个政府，那到底是政府去漂白这个钱，还是根本就没有人募款啊，没有人捐钱，是自己讲一个名义？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地方要讲清楚，啊，不能说是因为说这个事情圆满落幕之后，那我相信下礼拜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大内宣出来。你看吧，没有9·2共识，两岸也谈得成啊。那我要谈9·2共识干嘛？那不谈9·2共识，两岸之间还是有沟通管道啊。那马英九9·2共识就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他会就配合这一系列的大内宣呐。那我觉得立法院，我刚才问政检，8月如果开临时会我觉得这要排入一个报告，就到底始末是怎样，到底中间有没有调查清楚，我们的行政调查是什么？那我们先不要管法院的部分，检调的调查，那我们自己行政调查的，到底谁出了问题？那我觉得自己执法也出问题，其实自己大方承认。那未来在两岸之间的水域，那是否有一个执法的重新的修改的空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不能够打迷糊仗啊，不能够打迷糊仗。那另外就是你也看得出来，其实两岸之间的这种收也好，放也好，其实节奏不在我们身上，是放在大陆身上。他觉得说他这个地方要开始放了，事情就很容易就谈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虽然两岸部分是息事宁人，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就开始的时候要真相，那到现在为止呢，真相还是不明，扑朔迷离。大家好像打个马虎眼，算了，不提了，就变成这样子。谢谢大家回来。